童年就是你的晚年。这句戳中无数中式亲子关系痛点的话，在吕岩和妈妈身上被彻底具象化了。我跟我妈2、3年没见过面了。是吗？吕岩对妈妈的疏离，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失望性情感隔离。看完新一期《我家那小子》，吕岩之所以不愿意回家过年，和妈妈相处时也满是抗拒，都有原因。吕岩成长于单亲家庭，妈妈独自一人将他拉扯长大，虽然物质上从未亏待他，却在情感上深深伤害了他。小时候为了督促吕岩好好学习，妈妈承诺吕岩考进班级前10就给他买电脑。吕岩为此努力提升成绩，可他偷偷打开电脑箱时，却发现里面是空的，满心欢喜瞬间落空。我抽着他们没在家，找了一个椅子上去，我看看电脑，然后结果一发现是空箱，有点失落。从那以后，吕岩便下定决心再也不学习。后来他因没写完作业被妈妈关在门外，那时正值寒冬，屋外大雪漫天，他一遍遍按着门铃，换来的只是妈妈一句冰冷的不要你。年幼的他以为真的被抛弃，在大雪中哭着走下楼。快过年了，可能是没做完作业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我妈就把我赶出家门了，然后啪赶出去，我把背包扔在外头，啪把门带上，我在门口哭也不给我开门，说就不要你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哭着下楼了。这些事成了吕岩的心结。后来他当面问过电脑的事，妈妈却仿佛失忆，反倒指责吕岩是在胡说八道，把自己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。这正是中国式教育最狠的伤害，是给了希望，在掐灭之后还说你记错了，永远觉得自己的做的事是天经地义的。等他长大后，拥有了和妈妈平等对话的权利时，却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什么话，说我胡说。我说哪这是真的，这真实发生了。我妈说根本没有。我说你得认啊，这事真实发生了。他说你当时多气人啊。我说是我当时气人，我都认。你得认你干了这件事情，我也认我当时气人。节目里母子俩的相处氛围只能用窒息形容。当得知妈妈要来找他，吕岩那种无力感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。两人已经3年没有见过面，可在车站碰面时，妈妈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，他就立马狠狠甩开。在车上，吕岩也全程一言不发，即便妈妈主动搭话，吕岩也没有任何回应。可以看出妈妈在拼命想拉近关系，甚至放低姿态让吕岩教她打台球，可吕岩只一味的回避和拒绝。教给我打台球吧，姐姐。这个就太难学了。我想学过，但是我感觉就是学不会。不，这个就太难了。吕岩还是在关闭自己。对，被中式教育伤透的孩子，早已学会了用关闭自己来避免再次受伤，所以吕岩只能不停的给自己找事做，只为避开和妈妈独处。原本喜欢下厨的他，连饭都不愿意做，只靠点外卖应付。吃饭的时候还刻意侧着身子，仿佛随时要起身逃跑，就连扔垃圾都要分成2次，只为趁机出门喘口气。看到这里，观察室里的吕岩妈妈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在她的认知里，儿子永远是自己的附属品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吕岩不是冷漠，是被伤害的失去了回馈情感的能力。对此，妈妈也只是觉得自己冷，吕岩就该为他改变。但我觉得很难改了。能改。想想你老妈老了，你就改了。我该放假了。这句话恰好闭环了那句“我的童年就是你的晚年”。其实亲情像存钱罐，没有存入温柔理解，就无从取出温暖与和解。